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比牧师更大的问题。在我之前的节目《教会的牧师有问题》中提到了，神赐予教会中的人有4种的恩赐，也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以及牧师和教师。但是当今华人教会偏偏将和合本翻译中的牧师一词作为教会领袖的称呼，将一种恩赐变成了一种职分的名称，这是有问题的。虽然说只是一个名词用错了，看似没关系，好比我们将基督新教也称为基督教，但实际上基督教应该是包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基督派别的统称。然而大部分基督徒还是能够分得清楚的，只有少数人将基督教与天主教看作2种不同的宗教。可是牧师这件事情不一样，好比天主教的神父一样，最初都是想将教会的领袖当作我们地上属灵的父亲一样看待，但是时至今日，很多教会已经走偏了，人们的认知已经歪曲了。今天的教会并没有遵行圣经给予我们的原则，而这种行为所带出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继续说牧师的问题，我们还将给大家揭示一个比牧师更大的问题。下面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本次危险的旅程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还是先回到圣经原文以弗所书第4章11节。按照和合本的翻译，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其中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教师都是复数名词。虽然我不懂希腊文，但是可以通过查考工具书来获得一些必要的信息。既然是复数名词，就代表着这种恩赐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人。在以弗所书中，使徒保罗将教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头，而众门徒就是各肢体。各肢体有着不同的功能，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身体，要统一协调的运行。所以使徒保罗告诉大家，教会里大家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有些人适合做那样的工作。所以这段圣经的经文，当代译本中的翻译是，他恩赐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这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信息。而当今的教会除了牧师，其他的恩赐都消失了，或者说很多基督徒几乎已经不知道神在教会中还给予了这些恩赐。当今华人教派中有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大教派，插一句嘴哈，基于一部分朋友不喜欢我在节目中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教派的名字，所以这次我就不提这个教派的名字了。大家的合理意见有的时候我会采纳的。我们接续前文。这个教派的神学观点指出，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先知和使徒了，或者再严谨一点，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具有权柄的先知和使徒了。虽然以上2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基本都是一样。今天我们不做神学辩论，我们只说对一般的基督徒的影响。对于今天的教会中的基督徒，大家熟悉的是牧师和传道师。其实4种恩赐中的传福音的恩赐可以被翻译为传道人，但圣经中提到的传道人是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而今天教会中的传道却成了还没有按立为牧师之前的称呼。
而对于当今教会而言，作为牧师就要从事牧会的工作。牧师或者由教会提供薪资，或者由机构提供薪资，可以理解为牧师是要独立而且自负盈亏的，而传道却不同。传道没有自负盈亏的压力，即使一间教会由传道来牧会，如果教会的资金状况不好，也会有个人、机构或者母会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传道就是还没有独立自主的牧师。所以今天的牧师和传道师已经与圣经中提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想，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就算我们知道了牧师和传道是一种恩赐，但今天的教会把它变成了一种头衔，不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这其中会带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教会中本应该有一些人拥有牧养和传福音的恩赐，但是由于牧师和传道变成了一种职分，大家就不再思考自己是否有这类的恩赐了。那么如果神给予你这样的恩赐，教会却没有引导你积极的去使用这种恩赐。马太福音25章中的3个仆人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那第3个把钱埋在地里的仆人，主人说他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虽然比喻中的仆人是把主人的钱埋在地里，但在现实中，神给予你的恩赐你却不去使用，也就等同于把钱埋在地里了。您觉得这个后果是不是很严重呢？打个比方，如果原本是一间神可以大大使用的教会，教会里有很多牧养和教导恩赐的会友，可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只教导大家周末要来教会做礼拜，要积极的奉献，那么这些原本具有牧养和教导恩赐的会友没有得到很好的造就，变成了只懂得安心听道的信徒，自己没有得到造就，也没有被神所使用。你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吗？而现实中，你是否发现过本来具有很好牧养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发挥出他的恩赐，最终被淹没在了众人之中呢？而接下来的第2个问题就更大了。与其说教会中有人非常的渴慕敬虔，有时候大家还会鼓励他是不是将来考虑做牧师传道。但是神给予我们的还有其他的恩赐，使徒和先知的恩赐，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使徒是为神承担重要或者特殊使命的人，先知呢，由于中文的翻译问题，大家要清楚，先知并不是说他预先知道一些事情，或者说是那种掐指能算的人。先知就是宣讲上帝信息的人，神通过先知将很多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人。今天神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当然有。今天神有没有重要的话想要说呢？当然有。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恩赐一直都在教会中存在。可是今天的教会中的恩赐似乎全部都是牧师一个人承担的，特别是新教，几乎没有哪个教会敢案例使徒和先知。你现在只听说过张牧师、王牧师，听说过李传道、赵传道，你听说过张使徒、王使徒吗？你听说过李先知、赵先知吗？你在教会中听说过哪位会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吗？圣经上明明说有，当今的教会却告诉你没有。难道这不是问题吗？难道这不是大问题吗？
难道这不是只留下牧师而去掉了其他恩赐所造成的问题吗？当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有些已经做牧师了，或者将来要做牧师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感觉我是在否定牧师，感觉我是在否定牧师这个职分。牧师当然不是职分，牧师是牧养的恩赐。牧师这个词用错了，并不是否定教会不应该有牧养的人。神的教会需要领袖，这是圣经中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教会中的领袖的职分叫做监督、长老、执事，其中监督与长老基本上算是同一个含义，只是新约时代有时候为了区别于旧约时代的宗族的长老而设立了监督的职分。监督就是监护管理的意思，也就相当于现在教会中牧师的角色。教会中同时还设立执事，执事并不是字面上看上去执掌事情的意思，执事就是仆人、助手、助理的意思，是帮助监督完成教会的各项工作。圣经中的教导非常清晰，关于如何选拔教会中的长老、监督、执事，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中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自行查考，通俗易懂。我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说明了。教会中需要设立领袖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常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如果有人还在为教会是不是需要领袖而讨论，我觉得那是吃饱了撑的。而当下的教会不遵循圣经的教导，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当然，关于当下教会的管理模式，这是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机会我会对教会的管理模式和社会结构建立中出现的深远问题单独做一期节目分享。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因为牧师的设立让基督徒忽略了更多神美好的恩赐。为什么当今的教会不敢设立使徒和先知呢？因为没有哪个教会敢承担，万一设立了一个使徒，但后来这个人出问题了怎么办？带领教会做了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怎么办？万一设立了一个先知，但后来这个人胡说八道怎么办？所以当今的教会有一点因为怕尿床索性就不睡觉了的感觉，这总不是办法。明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神的计划还在进行之中，圣经中一切显明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清楚的。可是今天的教会有多少已经变成了僵尸教会？头是不会转的，腰是弯不下的。你以为这些问题我们装作看不见，最后就会自动的消失吗？多少牧师、传道人、神学生甘心做一只鸵鸟，把头深深地插在泥土里，只会传讲岁月静好的心灵鸡汤，对于圣经的真理的原则视而不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在真理上有所偏差，人是站立不住的。当异教邪风临到的时候，人很容易被撒旦的诡计所迷惑。今天我们不做更多的讨论了，今天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他赐给人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牧养和教导的恩赐。好好查验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很多时候神是借着这世上最为普普通通的人去完成他伟大的使命。最后我们来分享提摩太后书第3章16到第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